中东局势再次升级，B-2轰炸机抵达迪戈加西亚基地，仅距离胡塞3700公里。美军这是要做什么？3月25日，战区网站报道，在宣布增派航母打击群前往中东地区之后，美军又派遣了至少5架 B-2前往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空军基地。这个基地是美军少数几个可以部署 B-2的海外基地。与此相对应的是，伊朗展示了一个新的地下导弹基地，这是2025年以来伊朗启用的第4个新军事基地。目的是什么？相信就不用火力军多说了。可以预见的是，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将愈发激烈。那么，伊朗的地下导弹基地能否起到作用？中东局势又会如何发展？事实证明，之后中东局势会愈发紧张。根据战区3月25日的报道，卫星图片显示，在过去48小时内，至少有3架 C-17战略运输机与10架空中加油机前往迪戈加西亚基地。航空广播频道显示，2架 B-2轰炸机机组人员与澳大利亚空中交通管制员进行交流时透露，同行的还有第3架 B-2，正在从美国本土向西进行长途飞行，并在澳大利亚上空进行空中加油。根据最新的空中交通管制记录，已经有数架 B-2从美国怀特曼空军基地出发，前往迪戈加西亚基地。而英国防务周刊则报道了更详细的数字，至少5架 B-2和7架 C-17已经抵达，或者是正在赶往迪戈加西亚基地的途中。在线航班跟踪数据和空中交通管制记录表明，空军 F-35A 最近也部署到了中东。此外，在迪戈加西亚基地，美军还有4架 B-52H， 这也就意味着美军在伊朗附近凑齐了至少9架可以发射大量核武器的战略轰炸机。根据目前的消息来看，美军的空中加油机其实早就出发了。上周开始，就至少18架美国空军 KC-135加油机向加州特拉维斯空军基地、夏威夷西卡姆和关岛的空军基地集结。多个基地出现大规模的加油机调动，美军的目的已经很明显了，预先协调空中加油能力，这是轰炸机发动大规模攻击之前的重要步骤。可以确定的是，在迪戈加西亚基地，美军已经部署了大量的人员、补给以及 B-2可能要使用的弹药。相比较美国海军杜鲁门号航母在红海与胡塞武装的小打小闹， B-2具备一锤定音的能力。就距离来看，迪戈加西亚基地距离胡塞大约3700公里，而 B-2作为美军现役最先进的远程战略轰炸机，即使没有空中加油，也能飞行大约1.1万公里，不仅可以打击胡塞，伊朗本土的大部分地区都在打击范围之内。而根据战区的报道，伊朗虽然拥有大量的弹道导弹，但是其最大有效射程不过2000公里，无法威胁到迪戈加西亚基地。言外之意就是，只有美国轰炸胡塞、伊朗的份儿，后者根本无法对 B-2造成任何威胁。美国这是先天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有一个问题了， B-2为什么会来到迪戈加西亚基地？美军的目的是什么？想要了解这个问题，就要知道当前中东最大的争议，也就是伊朗核武器。加沙地区与红海上的冲突只不过是伊朗核问题的扩散。在过去一段时间，伊朗的核计划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美国数字新闻网站援引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数据称，目前伊朗浓缩铀库存为 60%， 如果浓缩到 90%， 就可以制造6枚核弹。对于这件事，伊朗则是否认3点：我不是，我没有，别瞎说。真实情况如何，相信各位都很清楚。早在2024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就表示，伊朗风度为 60% 的浓度铀库存有所增加。随着中东局势不断升级，库存增加速度进一步增加。2025年2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显示，在过去3个月内，伊朗的浓缩铀库存激增了 50% 以上。报告显示，截至2月8日，伊朗共有275公斤浓缩铀，并且每个月都可以生产出1枚核弹所需要的浓缩铀。也正因如此，美国开始对伊朗出手，阻止其获得核武。3月7日的时候，特朗普就透露，他给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写了一封信。根据媒体的报道，这封信是3月12日通过阿联酋转交给伊朗。3月17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首次确认伊方曾收到了特朗普的信。根据美国数字新闻网的报道，这封信的内容就是特朗普向伊朗提出的最后通牒，要求伊朗在2个月内就核武器问题达成新的协议。只是答案很明显，伊朗不愿意。根据哈梅内伊的说法，特朗普在上个任期撕毁了谈判多年后才签署的核协议。既然美国不守约，就没有谈判的必要。与特朗普谈判并不会导致制裁取消，只会加剧制裁。特朗普上台之后就恢复了对伊朗的制裁，于2月4日正式签署总统备忘录，重启对伊朗实施的极限施压等措施，将后者的石油出口规模打压至0，通过让伊朗的经济崩溃，逼迫伊朗回到谈判桌前。根据最新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认为，
在当前情况下，伊朗已经不可能再与美国进行谈判，除非一些事情发生改变。火力军只能说拒绝谈判可是要遭罪的。目前，美国海军的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从西太平洋出发，前往阿拉伯海，预计4月初就能抵达目的地。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的部署时间至少延长1个月。双航母进入中东，美国觉得还是不够，又把 B2 给派了过去。B2 入驻迪戈加西亚基地，算是5年来的首次，上一次还是2020年8月。美国空军将3架 B2 从本土怀特曼空军基地调派至迪戈加西亚岛。这次 B2 入驻迪戈加西亚后，美军还宣布设立禁飞区，禁飞期持续至5月1日。这个时间，特朗普为伊朗设定的2个月期限即将到期，如果伊朗拒绝，会发生什么就说不准了。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布莱恩·休斯向媒体发送了一份声明，表示，特朗普希望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关于伊朗核计划的争端，而且要尽快解决。如果这行不通的话，也会有其他方式解决争端，这恐怕就不是制裁那么简单了。关于美伊之间的核谈判有机会达成吗？谈判能否达成，主要问题还是美国的条件是什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沃尔茨证实，特朗普要求伊朗彻底放弃核计划，包括其民用目的的浓缩铀能力。特朗普2018年推出的核协议主要内容就是让伊朗通过重水反应堆生产不含20%浓缩铀的同位素。伊朗也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承诺，他们浓缩铀的浓度不会超过60%，而武器级铀的最低浓度为90%。按照伊朗的说法，其本身没有军事打算，浓缩纯粹是为了伊朗沿海的波尔什核电站制造燃料棒，以及为其医用同位素反应堆制造稍高浓度的燃料。只是正经人谁会相信这个？你信吗？反正火力军不相信。特朗普表示，我们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事情很快就会发生。所以这一次的核协议，美国要求伊朗彻底放弃核计划，范围更广，涵盖一切，包括浓缩铀、核武器化以及战略导弹计划。按照沃尔茨的说法，新要求不是让伊朗回到20%或任何水平，而是完全停止浓缩。在这种情况下，失去浓缩铀制造燃料的能力，伊朗的核电站也会在短时间内失效。完全停止浓缩，也就意味着核武器化成为泡影。至于让伊朗放弃战略导弹计划，这将会影响伊朗武器库中的常规武器。对于这份核谈判，哈梅内伊已公开做出部分回应，拒绝与特朗普就此事进行直接对话的想法。俄罗斯也掺了一脚，反对美国的要求，声称伊朗完全有权利为民用目的发展核计划。此外，面对美国的极限施压，伊朗则是选择继续亮相地下导弹基地。3月25日，埃菲社区报道，伊朗为一个新的地下导弹基地揭牌，这是2025年伊朗展示的第4个新军事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阿里哈吉扎德与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罕默德·侯赛因·巴盖里一起出席了仪式。哈吉扎德表示，该基地拥有数千枚弹道导弹。伊朗当局没有提供关于新基地的其他信息，但是从视频中来看，基地中的导弹包括海尔巴舍坎、加德尔系列、尼什系列、哈吉卡西姆以及帕维导弹。就目前来看，伊朗拥有的数百个此类基地，为了展示其威慑能力，还不断在多个地点举行军事演习，包括纳坦兹和福尔道的核设施附近。另一边，胡塞武装也继续态度强硬。在3月26日，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利阿还宣布了新的军事行动，包括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军事目标以及杜鲁门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发射自杀式无人机。综合胡塞的说法与伊朗各大发言人的说法，中东的局势恐怕会进一步升级。考虑到后续的问题，伊朗的地下军事基地能抵挡 B2 的攻击吗？迪戈加西亚基地曾多次被用作美国在中东发动袭击的集结点。如果伊朗不同意与美国进行核谈判，那么结果就是 B2 出击，通过物理消除的方式让伊朗失去浓油缩的能力。此外，美国也一再声称伊朗需要对胡塞武装的袭击行动负责，这也就意味着伊朗的地下军事基地也将成为打击目标。而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伊朗的核设施、导弹生产车间和储存设施已经基本实现地下化，部分设施深入地下上百米，常规空袭武器根本无法对其造成威胁。划重点仅限常规空袭武器。既然美军都已经出动 B2 了，那么武器肯定就不是常规武器。B2 可以携带 GBU 武器钻地炸弹，足以摧毁地下60米深处的加固设施。如果一发干不掉，那就再来一发，可以让2枚 GBU 武器前后在同一地点发动攻击，摧毁地下更深处的目标。同时，伊朗公布地下导弹基地的宣传视频，目的是为了炫耀武力，展示自己可以承受攻击并做出反应，但这也暴露了地下导弹基地的缺点。从视频中来看，这些导弹直接暴露存放在无隔绝的大型坑道中，基本没有单独的防爆门或者其他保护措施。如果地下导弹基地被美军的 GBU 武器攻破，会出现导弹殉爆的连锁反应。
理想状况下，美军2发 GBU 武器就能击毁一座伊朗地下导弹基地。不过，伊朗曾在 F4战机的地堡影片中展示其备有升降式闸门，因此该导弹地道上也可能有此类防爆隔离方式。其次，想要摧毁伊朗的地下设施，除了空袭之外，也可以采取其他方式，比如特种作战。以色列已经展示了一次成功案例。2024年9月，以军4架直升机和100名精英突击队员深入200公里外叙利亚一座大山深处的伊朗导弹工厂。该工厂位于地下70至130米处。以军突击队抵达之后，迅速包围外部驻守的叙利亚士兵，并通过爆炸物和叉车摧毁了地下工厂的防爆门。在清除设施内的威胁之后，突击队员开始执行双重任务：收集情报、摧毁现场，之后在该设施内装上一吨炸药，准备远程引爆。部队离开地下工厂，登上直升机后，炸弹就被引爆，拆除该设施。在这次行动中，以军出动了数十架飞机和近100名士兵。虽然过程极为复杂，但也向伊朗传递了一个消息：如果无法从空中摧毁地下军事基地，那就使用地面部队进行特种作战。至于伊朗反击的问题，火力军只能说想都不要想。就像上面说的那样，B2与航母战斗群不同，迭戈加西亚基地的位置超出了伊朗导弹的打击范围。美伊之间的冲突详细可以参考海湾战争。并且迭戈加西亚岛上还有装满军用车辆、弹药与其他物资的美国军事海上运输司令部预制船中队，以便在发生任何紧急情况时快速部署。总的来说，就当前的中东局势来看，美军出动 B2的目的就是向伊朗进行极限施压，逼迫伊朗放弃核计划。虽然伊朗当前的态度很强硬，但随着制裁加深，最终结果如何还不确定，我们拭目以待。关于中东问题，美国内部也发生一件极为奇葩的泄密事件。美军高级领导人将一名记者拉入国防聊天室，泄露了空袭胡塞武装的秘密。那么这次泄密事件，美国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泄露的？事实证明，寻鸟有风险，拉人需谨慎。大西洋月刊的记者杰弗里·戈德伯格表示，他无意中被拉进了 Signal 的一个聊天室，里面包含一众美国高级领导人，包括副总统万斯、众议院院长约翰逊、防长赫格塞斯以及安全顾问华尔兹，共18名成员。更关键的是，他们在聊天室中透露了美军打击胡塞武装的细节，从攻击目标是哪些关键设施，到美国准备部署的各类先进武器，再到精确到分钟的攻击顺序。因为事件太过离谱，戈德伯格还以为只是一个恶作剧，但是没想到几个小时之后，美军真的开始发动攻击。事件曝光后，白宫方面承认了泄密事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布莱恩·休斯表示，该聊天群是真实存在的。根据法新社的报道，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华尔兹表示，记者误入美国高层讨论对胡塞打击行动私密群聊一事，他会承担全部责任。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并表示他不认识戈德伯格。这次泄密事件只是一个乌龙，拉错人的确有可能，但刚好拉进来一个记者就有些巧了。而且过了一段时间后，还没有发现是否拉错人，着实有些离谱。所以从另一个角度考虑，美国可能是故意的。这次暴露的信息除了打击胡塞武装之外，还有欧洲的问题。根据当前的信息来看，等到美军成功在红海实现航行自由后，就计划向欧洲收钱。这次泄密计划很可能是想试探一下欧洲的反应。当然，以上只是猜测，真实情况如何，恐怕只有美国自己知道。俄罗斯 IL-38与卡尔文森号近距离接触，不过遭到了美军战机驱逐。3月28日 Avia News 报道，俄罗斯 IL-38反潜机现身南海，与正在赶往中东的卡尔文森号发生特殊接触。不过从视频中来看，在 IL-38两侧还有一架 F-35C 和 FA-18左右夹击，很明显 IL-38这是被驱逐了。就性能来看， IL-38并不是很好，属于俄罗斯一款4螺旋桨的反潜机，可以在90公里的范围内寻找目标，最大航程大约为7500公里。目前还不清楚 IL-38是如何接近到航舰侧边，大概率是美军发现 IL-38后主动将其驱逐。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伊朗会同意美国的条件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